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风声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我是孟非。欢迎黄磊老师、钱斌老师。有请女嘉宾。Celle que l'on aime, celle qui nous éloigne de nos problèmes. La folie acadienne.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老师好，陈老师好，黄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唐玉煌。今年34岁，来自四川泸州，现居巴黎。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每一个城市的邮局。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一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带一个小本子，然后我会去每到一个城市呢，我会去他们的邮局，会问他们要一个邮戳，就是因为那个邮戳它一般会有当天的日期，有他们那个地方的名字，所以说我就会让他们就是在我的小本子上盖一下，这样也记录一下我去到过那个地方嘛。就这个本子还是非常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珍贵的。有还不少呢。14号。你好，男嘉宾，在哪个地方你看到这个邮戳是令你最印象深刻的？印象深刻的，我当时去英国尼斯湖那边，最后他给我留了一句非常棒的话，就是应该是说祝你好运，然后你会能满满感受到当地人他们的那个对你的祝福。那你这一本的那个邮戳有多少是曾经有过另外一半陪你去的？黄老师够狠，这个我可以保证的说，这里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太棒了！他说有对象的在另一个本子，那个本子比这个厚。还没有第二个本子，但是我想和另外一半，我们可以这么再去收集。来，你的第二个诉求。我不希望你在父母面前对我们的感情遮遮掩掩。邓亚文。你好，男嘉宾，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谈的每一任女朋友都会跟父母说吗？我本身是每一任我都跟他们说了的啊，但是也不是说就是刚谈就赶紧跟我爸妈，哎，我谈女朋友了没有？就是正好就恰当的时机会给他们说，就不会遮遮掩掩吧。会不会说多了也会带来一些麻烦？父母岁数大了，你说多了，他小张、小李、小王他记不清。他一来了说：“哎呀，小王啊，你来了，不要乱说，这小李。”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对于这个合适的时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这个首先我本着一个就是商量的，就我们先商量，如果真的觉得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的话，要跟您的父母聊的话，那还是尊重您的意见。我越来越觉得10号可能对我们台上讲的话听懂的概率不是太大。
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一直在跟下边的那些观众，咦，他反正我也听不懂，我跟你们玩吧。好，我们先来看片子。人生就像骑行，一路起起伏伏，拼尽全力，一往无前，终会和前方的美景相遇。我一直在路上。我是唐玉皇，现在在从事数字化转型的工作。和我相伴9年的荔枝，是我在法国最亲密的家人，陪我度过这些日夜的点点滴滴。我在学生时期一手组建起鲁王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尽自己所能为留学生提供帮助，筹备春节晚会，为大家创造家乡的温暖。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我们那个留学圈子算比较活跃的，那我就牵头做了这个事情嘛。就这样我们可以去组织一些联谊啊、交友啊这些东西，最后让我们的留学生活呢，就是多一些快乐和回忆。骑行是我一生的挚爱，也能让我和自己对话，在车轮上遇见旷野，走过欧洲20多个国家，用另一种视角观察世界。80天环法，邂逅法国的浪漫风情，在比拉沙丘驻扎沙海之间，在欧洲公路海拔最高点俯览群山，一路向北，骑行6周3000公里，抵达欧洲大陆的最北角。遇见无数陌生人的温暖和善意，是我前行的无限动力。也会做一顿地道的川菜，用美食开启他们的中国印象。现在我回到上海，成立了一家子公司，负责公司业务在国内市场的拓展，未来也会经常往返于巴黎和上海。希望未来能和你一起探索世界的万千风景。我载着满车的浪漫与温柔，奔向你。10号。你好，我是伊克。你好。我想问你，你会说法语和英语吗？Oui, oui, je peux parler français. OK, ça va. OK. 我在法国待了14年，对，就是最近因为工作的机会和需求，可能会回到上海，然后8、9个月在上海，然后有一部分剩下的时间在法国，这样来回跑。就接下来几年可能会是这样一个状态。1号。男嘉宾你好，我叫方圆，然后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的人，然后有看到你很喜欢骑行，我体能非常好。好。然后我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些其他的户外活动？OK 的，我可以尝试其他的户外活动的，就是我对这些东西都是不拒绝的。就是人生嘛，你就是要去尝试一些、体验一些新的东西。谢谢。1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那个 VCR， 你有骑行，虽然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试过。那如果你的另一半没有这一块的爱好，那你怎么去让你的另一半加入这个你的挚爱的这个活动？以及，你是上海人吗？还是？我四川人。因为我是上海人，但是很爱吃辣。我朋友都说我上辈子是那个四川人，所以就很感兴趣。哦，这也可以搭讪。我们上辈子是老乡哎，这也可以。而且现在男嘉宾上海工作哎，学到了。然后他又是上海人。对，就想说骑行这一块。就关于骑行这个，它是我的热爱，但是我不会说真的要求就是另一半他也要喜欢这个事情，但是我非常欢迎他通过这个方式来体验一下这个
旅程。然后你也知道，现在科技在发展，那个电动自行车现在非常的，那我们就改摩托好了。其实这个话题，刚才我在看那个片子的时候，我也觉得骑行，我们从这样的一条短片，包括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呈现出来，确实很浪漫。但是它可能骑行起来，在过程当中是很艰辛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很累的，好吧？对呀。可能也是长期没有女朋友，闲的也是难受，就骑行呗。哎呀。你跟我们说说这些照片上这些人。哦，这些是我在这些10几年的骑车旅行中遇到的人。举个小例子吧，就是咱第2排那个就那一对母女，那是我当年就是环法骑行的时候，在一个卡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我在那个他们家对面的一个野草坪上露营，然后到快天黑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可能发现我了。然后过来问我你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因为温度有点低嘛，他们甚至从家里面直接端了一盆热水过来，然后就是给我用。然后第2天出发的时候，就是早上一大早就过来找我说，你要不要来家里面喝杯咖啡？因为就是又下雨嘛，天气又冷。就是我觉得善意这个东西是不嫌多的，然后感触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几年以后，我带我爸妈在法国玩的时候，我有回去。亲自带我爸妈回去拜访他们，感谢过他们一次，这个挺好的。这样的善意，值得我去再感谢一次。然后我们还留了联系方式，然后现在都有一直就是保持联系的。来，1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没有，其实有2个原因吧，就是我虽然也没有来得及问男嘉宾，就是喜不喜欢我这样子的女生，外形上或者性格上，但是呢，为了表示对你的欣赏和尊重，我觉得我提前向你示好。就是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也在法国待了10几年了，我很少有遇到中国男生这么热爱户外运动，而且把它当成一个人生的挚爱。因为我很爱攀岩，攀岩也是我人生的挚爱。然后第2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然后能够感知到别人的善意，而且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很喜欢很善良的人，我很珍视这份善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谢谢谢谢谢谢你。我在想，这2个酷爱户外运动的人，一个酷爱徒步，一个酷爱骑行，这个速度。我可以攀岩爬上山，他可以骑上山，所以我们最后到达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哇，这个回答好。而且我看那个刚才女生说你介不介意我的短头发，我看你的资料里写你把头发剪短，把这个头发都捐给那些因为化疗而需要头发的人。对，我是捐给一个就是乳腺癌病人的一个做假发的机构。哇，好棒！所以他说他喜欢善良的人，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善良的人。没错。一可。我想告诉你，1号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很好的人，很热情的人。谢谢谢谢。哦。闺蜜团助攻了啊！很难得流利的使用了一次中文，是为了推荐1号姐妹。好，来看下一条片子。爱情总会有很多的遗憾。但我会紧握你的手，守护那些未知的明天。我们相识于毕业之际，一起走出象牙塔，一起留在法国打拼，对未来
充满了无限憧憬。3年后，他选择了回国，我们开启了异国恋。因为工作，我有了回国半年的机会。为了多一点相处和陪伴，我们决定一起共事。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虽然工作上我是他的上司，但生活中我更多的是下属。我们经常切换不好自己的角色。我一般工作的时候要求比较高，在讨论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语气有点严格，但是在他看来，有时候就你不应该这么跟我说话，这样一来一回就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小矛盾。我和他提过结婚的想法，但他没有直面回应。后来他和我沟通，其实自己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接下来的日子，因为工作，我必须回到法国，他和我的交流也逐渐变少。我以为等我回国见面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他总是和我提，更希望把我当成哥哥。我能感觉到我们的相处状态和以前相差很大。这段5年半的感情，最终还是画上了句号。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我懂你的言外之意，你懂我的欲言又止。我们都有属于自己最纯粹的热爱，我们一起去做追梦的行动派。王璐，你好，男嘉宾，我是11号。其实我蛮同意你，就是说2个人一起共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问你的问题是，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创业，如果比如说我们2个相处当中有一些工作上我不懂的、不会的，想要去请教你，可能需要你花时间来帮助我。比如说像法国很复杂的税务系统这样，你会愿意花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来帮助另一半吗？我在我自己就是能力范围内，我是非常愿意的。我只要能够帮得到 ，OK 的。但是如果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可能我们需要去寻求一点别的帮助。19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看你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然后你的情感表达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内敛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样的性格可以有效的跟另一半去进行沟通，表达你的诉求吗？我是会直接说的，然后我会就是尝试我们俩一起去沟通，看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邓亚文。男嘉宾你好，因为你好我看你经常一个人旅游，然后一个人骑行，是一直以来的兴趣爱好呢，还是说比如说你遇到什么事情想要逃离一阵？我不是喜欢一个人旅游，我也挺想就是有个女朋友一起，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不一定要用骑车啊，但是别的方式，我也是非常就是想这么出去玩的。现在留灯的是1号、3号、6号、14号、17号。哇！除了1号以外，留1盏灯。哇哦！有请1号、14号。Et ça fait bim, boum, boum, ça fait tch, et ça fait vroom, ça fait bim, bam, boum. Dans ma tête, y'a tout qui tourne, ça fait ch, et puis blabla, ça fait comme si, comme ça, je crois que c'est ça.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12号。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il y a une seule les Champs-Élysées. 智推。郝云豪的智推女生
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12号。智推。黄玉煌的智推女生是19号陈丹雷。男生性格自信勇敢，性格温和不强势，感情中主动表达，乐于付出，顾家爱家。女生呢，自信开朗，温柔细腻，有目标，有规划，有胆识，有爱心。两人相互欣赏，求同存异，在相互陪伴、挑战、冒险等部分耐心磨合以后，就是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的一对小爱侣。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王景。1，我的心思你别猜，果断坦率，外冷内热。选择3吧。遇到感觉类似的人会话很多，但是一旦发现自己没有说话的欲望时，可以变得很安静不说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高冷，话匣子一打开就会变成谐星。合欢生活解题小思路，想和你做的是多彩生活。多彩生活。通常我会早睡早起，吃高蛋白的食物，健身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还为此打了一场比赛。除此之外，我也喜欢看一些文学相关的作品，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去打卡当地的书店。在此之外，当然就是品尝美食，我对各国的美食都充满了兴趣。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所以旅行也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但我并不喜欢走马观花那样子特种兵式的旅行，我更喜欢去看当地人的生活。我喜欢草原，也喜欢雪山，但我最爱的还是大海。有海的城市会是我的首选。陈丹雷想和你一起，婚后建议35岁前必做的。35岁前必做的，希望能和爱人一起去海边晒太阳，去南极玩一次，去非洲看一次动物大迁徙，在海上追随一次鲸鱼。方圆，我的爱情观，感受世界的美好，雨林探险。雨林探险。我最近参与了厄瓜多尔东北部须马克咪域协会的志愿者活动，我们深入比加尔河生物保护区，在白天观察哺乳动物，并记录它们的行踪和数量，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夜晚，我们打开头灯，在雨林探索，观察树蛙、蛇等冷血动物。这次探索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蛇类变种，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数据。这个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自然之美和它的纯粹，也让我更加珍惜自然的宝贵。许多人正竭尽全力保护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地区，你愿意和我一起守护这片珍贵的森林吗？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给我们一次去冒险的机会，你最想做什么？王景。因为我没有蹦极过或者做那些滑翔伞，我有点想去蹦极、滑翔伞或者是潜水，就是飞天走地的感觉。12号。我想去追一次鲸鱼。19号。我刚刚介绍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我想去非洲看一次动物大迁徙。1号。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择去跳一次伞，因为我人生中还没有尝试过。对。最后给1号一点时间。好的。就是男嘉宾，我真的很欣赏你。然后我觉得，我也需要说一下我的个人的情况，就是因为我害怕你会介意。
我曾经在25岁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短暂的婚姻，然后就是我的上一段感情结束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的前男友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异地恋的状况，然后异地恋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经历，所以我给你爆灯，我觉得我也是下定了很多决心和冒了很多风险。然后就是你不选我也没有关系，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表示对你的欣赏。就算我们就是没有牵手成功，我也希望可能我们私下可以交个朋友，将来可以一起出去玩之类的。就这样，谢谢。哇，我觉得1号讲的非常好。对，很坦诚，来，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一块儿回法国。你的决定是？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je sais que tu y crois. Tu es celui qui rythme mes bonheurs, qui rythme mes humeurs, juste comme ça. Et 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pour la toute première fois, pardonne-moi, mais je t'y 我留灯的原因是一开始看到他出场的时候，觉得还蛮有气质的，然后发现他其实蛮憨憨的感觉。然后最吸引我的点可能就是比较积极乐观，然后喜欢户外运动，就感觉很正能量，而且情绪很稳定。是这样，就是台上虽然我们交流不多，但是有眼神交流，然后就是有那个给到我那个心动的感觉，然后等那个到全力反转的时候。更近距离的接触以后，就更确认了这个感觉吧。所以说最后也是比较坚定的就。当时那个场上想提一个问题，然后没来得及问，关于骑行的，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计划去旅行，但是那条路线是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个路线，而且你非常想去，那你怎么去做选择？哦，我觉得先陪你吧，先陪女朋友吧，我们可以先一起去玩一次。然后我以后自己再抽时间骑车呗，再骑一次。1号女生，虽然男生没有选你，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发言特别的真诚。我觉得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过去的接纳，其实是对未来的一种信任。然后我也相信在后面的历程当中，也许会遇到你更喜欢的、更适合的。好的，谢谢老师。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你好。哎，你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晚上好。我的名字叫杨家伟，今年30岁，我的家乡是山西，现居法国巴黎。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她老家是山西晋中，也就是平遥古城那个地方啊。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诉求是？在讲我诉求之前，我给大家带来一点小礼物，想先快呈上。哇 ，cool。这是我们家乡山西的马卡龙，大家尝一下。谢谢，感谢。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古饼。哎，真不错呀。好吃吗？味道非常好。您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我们一起去看巴黎奥运会。哇哦！巴黎好像是世界上3次举办奥运会的，1924，还有1900，对吧？对对对对对。法国是最早的双奥之国。我们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冬奥夏季在同一个城市的。Cool， 双奥之城啊。对对对。7号。男嘉宾你好，我是7号赵云彤。然后呢，我其实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志愿者。然后我入选的是田径项目。特别羡慕你，我已经买了巴黎奥运会的门票，我买了篮球、乒乓球跟排球。乒乓球我买了决赛，因为我希望能够给中国队加油。哎。2号。男嘉宾你好，我是2号罗欣怡，我买的也是乒乓球和排球。我买的是乒乓球是混合双打。啊，那我们可以交换来看，如果男嘉宾愿意的话。当然没问题，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嘿，严谨。17号。男嘉宾你好，我是17号。你好。我也买了很多奥运会的门票，因为我买的是2个人的，但是现在还缺1位。哎，你是来凑那个看比赛的搭子来的。来，第2个。我不希望你介意我每天都要午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每天要午睡？因为在山西呢，因为每天都要吃面食，吃完面食之后你就会想睡觉。哦。22号。男嘉宾你好，我是2号女嘉宾段小玉。我很好奇，如果您在法国公司上班的话，怎么能做到午睡的？因为法国公司的中午没有时间午睡，还可能要开会。对呀。到了法国之后，我特地就是在公司附近10分钟走路租了一个公寓，就是每天12点，我跟同事微微一笑，他们就知道我要去午休了。拈花一笑，我先睡觉啊。14号。你好，男嘉宾，你比较喜欢午睡，那你的早晚的作息也是比较规律的吗？规律跟不规律，我其实都会坚持午睡。我觉得午睡它可以把一天分为2半，然后就是在午睡之后下午的时候，我会更加的有精力去完成一天中的事情跟工作。他的意思是早晚规律不规律无所谓，午睡很规律。对对对。好，来看片。海明威说，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生活于巴黎，那无论你在哪里度过余生，巴黎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这些年，我辗转过很多城市，汕头、深圳、香港、蒙特利尔，最终在巴黎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叫杨家伟，研究生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法学专业，目前在一家国际事务所巴黎办公室做高级咨询师。白天，我把自己深埋在严谨冷静的法律条款中，下班后脱下西服，和朋友们去打球、健身、玩剧本杀，也会约上同事们去路边的小酒馆喝上一杯。我很喜欢这种聊天的氛围，能在繁忙节奏中跟朋友们面对面聊天。生活的美妙不就在于此？巴黎的松弛宽容，让我性格从最初腼腆谦逊，到现在可以很自如地跟不同的人相处。虽然我不是事事争第一，也想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我会利用假期时间，只身一人前往撒哈拉沙漠独自旅行，也曾作为海外志愿者到东欧地区做中文老师。
我当时是在一个大学里边教中文课，他们会让我给他们起中国名字，也特别想了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我给他们推荐了我的老乡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巴黎5年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西小伙儿，每周1顿的面食是我解乡愁的最佳方式。最近在面馆里也会看到很多法国本地朋友。中国面馆已变成了大家争相去打卡的网红之地。转眼我就30岁了，希望在新的一年能遇到一个女孩，我们相互欣赏，满眼是爱。Chaque jour, je vois le soleil et je te vois toi. Voilà l'avenir dont je rêve.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有一个细节，他拿起筷子插起那个那么宽的那个面，嘴好像不够大，没塞进去，于是在这个面上面舔了一下，就放弃了，表达一种珍惜啊。24号，你好，男嘉宾，我是24号蒋浩。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林宥嘉，哇，就是很可爱活泼那种类型。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你平时喜欢唱歌吗？很遗憾，就是我的唱歌的技能不是很好。那就唱一个呗。开玩笑的是吧？你希望是开玩笑的吗？你那个学校感觉很厉害的样子。我研究生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法兰西第5共和国成立以来，现在是有8位总统，其中6位毕业于我们学校，包括现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哎，你给其他的人起过中文名字吗？我在东欧做过志愿者，当时教他们的中文，在大学里边。当我上课的时候，其实很多外国的同学他们已经有中文名字了，但是有些人他给自己的中文名字很奇怪，比如说有的人会叫自己李白。这个我很想知道10号，你的这个中文名字谁给你起的？我的老师。你知道“亦可”2个字的意思吗？可爱的东西。你要这么理解它，亦可，亦可是好吗？应该怎么说？应该叫 Everything is okay 。Everything is okay 。展现了一种生活态度。亦可亦无不可，对吧？亦可亦无不可。那你觉得他的名字怎么样？我挺喜欢的，他的名字比较可爱，然后可爱。你叫什么来着？我叫不亦可。还是你比较可爱啊。按照过去中国老的传统的话，他们俩要牵手的话，他叫杨亦可啊。在法国是，如果结婚之后，太太会改为丈夫的姓。对。8号，男嘉宾你好，我是8号张沐韵。你好。我也有教过很多外国人中文，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学生是有什么样的？当时有4、5个，其实已经有60、70岁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还是每天坚持来上课，因为他们就是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对，其实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学生，他是一个70岁的卡车司机，每天早上8点起来，然后跟我学习汉语，然后非常努力，就是我非常欣赏这种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个精神。对，其实我觉得从他们身上也鼓励我自己。5年前我去法国的时候，我是1点法语都不会讲的，所以从零基础开始，然后通过5年的时间，就是把自己的法语学好，然后留在了法国那边工作。
哎，真了不起啊！他刚到法国，完全零基础，你学的是法律专业，对啊他对语言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是的。那你现在跟客户沟通是用法语？现在全部是法语的。哇，真了不起哦！其实，在国外漂泊这么久，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所以说我一直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自豪。面对法国客户的时候，我会说我叫杨家伟，然后之后我会再加上一句我来自中国。我想表达2个意思，第一个是我的法语不是我的母语，然后第2点就是我希望他能知道我是中国人，背后有伟大的祖国在支持我。像他这样的，他的职业水准能达到很高，他的情商和他的同事相处也一定会非常愉快。我们看一个片子。Très amusant, qui a beaucoup d'humour. C'est aussi quelqu'un sur qui on peut compter. Et je pense que la personne qui l'aimera, il se comportera pareil avec elle. On s'est rapproché au boulot parce qu'il est toujours très calme, toujours, il nous vient à l'aide quand il le faut. D'ailleurs, il m'a invité un jour pour un hot pot chinois. Et c'était mon tout premier. Il était délicieux. Depuis, j'en mange. Ouais, il s'habille très très bien. Au travail, il est toujours parfaitement habillé. Dehors, il est toujours très stylish et très bon style. Ça ne peut faire que le copain de vos rêves. 非吃不假，爱丽家伟。非常不要，爱丽家伟。你知道有这个片子吗？我拍的。哦，被法国人来表扬衣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而且他是我朋友当中最会穿的。好，看下一条片子。学习工作在海外的人或多或少都曾面临过异国恋的选择。在加拿大做交换生的时候，我邂逅了一个女孩，我们互相喜欢，度过了甜蜜的一整个学期。之后，她朝霞，我黄昏，隔着四方的屏幕，开始了相差12个小时的异国恋情。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爱情跑得赢时差，撑得过距离。但是当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下来后，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当时还是学生，比较迷茫，对未来的规划也不确定，希望在学业和事业上更进一步，然后女方选择了分手。后来在巴黎读研究生期间，我又遇到了一个女生，她细心温暖，我感动于她总会留意生活中的小细节，她会偷偷找琴谱弹琴给我听。但这段感情只持续了半年多，他就面临毕业，选择回国，而我还有很长时间的法国学习工作计划。两人商量过后，选择分开。2段异国恋对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怎么样？我觉得挺后悔的，因为我当时还是学生，还在自己探索的一个过程之中，所以说对未来的方向跟事业都不确定。工作之后，我明确了自己的方向，然后也有能力去找到新的工作。如果面对同样选择的时候，我会选择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然后跟女生继续走下去。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失恋的情绪中，朋友的聚会上认识同在失恋期的他，也许有同样的情感共鸣，我们经常互相安慰，互相打气，两人慢慢走在了一起。在一起的时光，我们都有在努力地对对方好。我为他学做中餐，他陪我去徒步。相处虽然美好，但也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他很看重对生活的时间投入，而我却因为工作初期的出差和加班忽略了生活。最终我们决定分开了。感情中，我是一个愿意为对方付出的人，我性格温和，希望你也不要太强势。我期望着有幸遇见你，慢慢喜欢你，往后是余生，余生皆是你。
赵美文。男嘉宾你好，我你好刚刚看到你是在失恋期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那你这2段感情中间是没有空窗期的，你到底是为了遇到另一个更好的女生，还是只是为了依赖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赵美文。男嘉宾你好，我你好刚刚看到你是在失恋期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那你这2段感情中间是没有空窗期的，你到底是为了遇到另一个更好的女生，还是只是为了依赖呢？其实也不是说没有空窗期，就是我的第2任女友回国之后，为了不把自己就是封闭起来，然后跟朋友出去玩，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认识了新的女生，慢慢的觉得2个人都就是有鼓励到对方吧，所以就选择了在一起。最后，好，谢谢。你很介意这个问题吗？我的空窗期是比较久的，所以我希望另一半空窗期也是比较久的，因为要从上一段感情彻底的走到下一段感情，是必须要把自己的心腾空的，而不是说把自己的遗憾带到下一人。我觉得这不是恋爱中的唯一。我现在空窗期蛮久了。哦。好可爱呀！亦可。我想问你，你好，你觉得在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在生活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另一半的陪伴吧。2个人互相支持和鼓励，才能走得更远。就是accompagner。accompagner。哦，哇哦！陈小旭。哦，男嘉宾你好，你好，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说，如果又出现异地的情况，你现在是有信心可以重新开始去找工作这样子。假如说女方会希望，假如说你在法国有个比较好的发展，就是先暂时维持异国的这样状态，你会怎么去？我在的一个事务所，它是国际性的事务所，它在比如说中国。上海、北京或者是在其他城市都有办公室，我们可以选择去到另一个办公室，然后继续工作。哦。最后一个问题，6号。你好，男嘉宾，我是你好6号女生戴沁园。我其实之前一直在观察你，发现你无论是在回答问题还是在不说话的时候，你也都是那个笑脸盈盈的，让人感觉非常的安心，非常的可爱。谢谢。然后，其实我想问一下，你想选择的女生是怎样的类型？你们的相处方式会是怎么样的？你理想中的？因为我自己来说是个喜欢探险或者是探索、突破自己的人，然后我希望她也是一个有自己的想法吧，比较独立的女生。现在留灯的是2号、3号、6号、7号、12号、16号、17号、24号。上去边的6盏灯回来。哇哦！拜拜。有请12号、17号。Et ça fait bip bam boum, ça fait tch, et ça fait boum, ça fait bip bam boum. Dans toi, I love you, je crois que c'est ça. 嘉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看大屏。10号。Oh, Champs-Élysées. Oh,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好，杨家伟的智推女生是5号魏冰溪。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儒雅绅士、精致得体、阳光浪漫，喜爱运动，在情感中细腻的洞察力强，愿意为对方付出，同时也希望得到回应。女生落落大方、单纯善良，感情中渴望有相濡以沫的爱情。两个人都浪漫风趣，渴望构建稳定的圈子，也能一起努力生活，是相恋炙热、相处默契的一对，供两位参考。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董康丽，工作内外小太阳，好奇宝宝，你选一个。工作内外。我叫董康丽，来自湖北，来法国8年了，现在是一名室内建筑设计师。工作日常状态就是画图纸、见客户。我养一只可爱的狗狗，它叫苏提，它常常陪着我在巴黎街头散步。我空闲时间去学习打网球，去健身，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在巴黎的生活丰富多彩，去汉服社活动。希望我能做到的生活状态是珍惜拥有的，探索未有的，有你的风景更美。亦可，我的中国生活，喜欢这样的你，中国味。我的中国生活。大家好，我是亦可，我23，我2018年来中国学习医学，现在我在合肥住。我是实习生，所以我每天要去医院跟着医生看手术。我真的很喜欢视频播客和制作视频。在中国，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我也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国家。我真的喜欢生活这里，所以我非常开心。魏冰溪，我选择一，是你想象中的女博士吗？你以为的博士生日常，每天都在看书、收集资料、整理文献、埋头苦读，那你就错了。经常旅游，曾经去过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比利时、德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日本、新加坡、泰国、澳洲等国家。日常会关注各种艺术展，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艺术馆都是我重要的活动场所。当然，到了夜晚，我最喜欢的还是小酌一杯，会去探索一些小众的酒馆，也会在家中点上蜡烛，小酌一杯来结束疲惫的一天。合欢，生活解题小思路，想和你做的是多彩生活。多彩生活。通常我会早睡早起，吃高蛋白的食物。健身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还为此打了一场比赛。除此之外，我也喜欢看一些文学相关的作品。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去打卡当地的书店。在此之外，当然就是品尝美食，我对各国的美食都充满了兴趣。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所以旅行也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但我并不喜欢走马观花那样子特种兵式的旅行，我更喜欢去看当地人的生活。我喜欢草原，也喜欢雪山，但我最爱的还是大海。有海的城市会是我的首选。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在你眼中，下一任男朋友的样子是怎样的？可以描述一下吗？我想找一个有担当、有能力，然后我们互相的共同成就的这样一个他。亦可。我想他也是医生，他是很好的人。很好的人。很好的医生、大夫。很好的律师。
他这是属于硬来，人说我想最好是医生、律师。医生是人这个身体的医生，律师是灵魂的医生。谢谢陈明老师。我理想的另一半是能陪我到处玩、到处疯，然后比我高。就是我穿5厘米的高跟鞋还能比我高的那种。我喜欢跟我一样爱健身，然后呢比较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会不随大众，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你要做最后的决定，我告诉你啊，选中间2个女孩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选择坚持心动女生，坚持心动女生。来，3位女生请回。来。首先呢，我觉得我很欣赏你，就是一个人来到中国求学的勇气。然后我也是之前一个人出去读书，然后在法国那边，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我觉得你比我的勇气多得更多，是我很欣赏的一个点。第2个点呢，我看到你有北非裔的血统，是我的同事采访的 VCR， 后面2个女生都是来自摩洛哥。我跟他们非常熟，所以也比较了解摩洛哥那边的文化，所以说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很好的了解你。最后一个点就是，虽然你现在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做过中文老师，所以说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之后，你的中文一定会变得很好。哎呀！他最后坚持，希望你做他女朋友。你的意见是？我真的觉得你是真的很好的人。你的衣服真的很好。衣服好。真的，你是真的很好的人。但是我给你朋友的感觉，真的。所以。Du coup, c'est quoi ta décision? Je peux pas vraiment être avec toi. Mais je pense que tu es vraiment une personne qui est très bien. Mais t'as décidé de rester ici, pas Oui. aller avec moi, c'est ça? Oui. OK, Pardon. ça marche, j'ai compris. 他选择拒绝我，然后我看出来了。哎，好可惜啊！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我觉得见到他就是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他的喜欢值得我坚持下来。可能在他的内心里边没有产生一见钟情或者怦然心动的感觉，只是我这边单方面的产生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也祝福他能够找到他所期待的爱情。我也想问问10号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I really want him to be a doctor like me. 你只要找医生吗？是因为你知道，你是大夫的时候你很忙的，我们没有一样的工作，没有时间，
啊，懂了。那我们后面还有没有大夫啊？好担心哦。哎，这个意义并不在于后边有没有大夫，而是这个节目播出了之后，会有很多中国大夫去找他。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大家好，我叫陈家豪，来自巴黎，今年29岁，是法籍华裔。Mesdames, ravi de vous rencontrer。 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和你在巴黎的郊区看星星。 你们有巴黎的郊区有看过星星的吗？22号。我没有在巴黎的郊区看星星，但我有在比利牛斯山上看星星，看到满天的银河很浪漫。所以你一定要在巴黎吗？就你可以在巴黎郊区，也可以在别的地方都可以，可以一起去旅游，慢慢的欣赏，然后晚上走走路，是很浪漫的事情。 第二诉求是，我不希望你介意我会散步的时候，去研究房子的装修。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第二诉求是，我不希望你介意我会散步的时候，去研究房子的装修。哦，我们有设计师哎。哎，设计师17号。啊，其实我跟男嘉宾有一面之缘，其实还有业务上的短暂的往来。你看巧了吧？他学这个专业的。 哦，给他装过房子，但是我们最后的合作没有达成，有一点遗憾。哦，所以不管是散步的时候，还是吃饭的时候，我都会看。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你买他装就可以了我买他装也可以，对。 我买他装也可以，对。6号，你好，男嘉宾，我是6号女生戴庆元。是这样子的，我不仅在散步的时候会看一些房屋的装修，而且更会看价格。因为最近考虑在巴黎买房了，所以对这块信息的话，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可以，我也喜欢买房。好，来看片子。生活叫热血向上，一心追梦，勇往直前。我是陈家豪。从小跟家人生活在巴黎，大学毕业于巴黎第3大学。21岁刚毕业，决定开始创业。现在我开了一家民事房产公司，经营房屋出租，和房子租客打交道。在租客的眼里，我是一个万能的房东，总是竭尽所能去关心和帮助他们。平时我跟租客关系蛮好的，他们有什么问题啊，都会给我打电话。到了夏天的话，如果太热了，没有空调，我会给他们准备那个电风扇，在后面再放点冰块，就让他们生活更舒适一点。虽然从小生活在法国，但我仍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父母也常常教我传统文化，
现在我们全家都生活在巴黎，每周末都会有家庭聚餐日，氛围很好。中国文化大拷问是我们家餐桌上的必备环节，《非诚勿扰》也是我和家人们聚在一起必看的电视节目。我是从小看《非诚勿扰》长大的，看孟老师都很亲切，就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怎么孟老师一点变化都没有。我还参加过一次巴黎的相亲活动，到了现场才发现来了15个男生，2个女生。我的第一次相亲以失败告终。希望这一次在《非诚勿扰》，我能遇见那个怦然心动的他，我们一起书写属于我们的爱情故事。24号，男嘉宾你好，我叫蒋浩，然后我已经在巴黎待6年了，刚刚博士毕业，读的是城市物流和物联网。就是刚才看你 VCR 里面，你很喜欢打篮球，刚好我也很喜欢，我是我们以前高中校队的。哦。然后除了打篮球之外，你还喜欢什么其他的运动吗？我都会每年去滑雪一次。我也喜欢。其实我什么运动都可以，打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也可以，关于球类的都可以。1号，男嘉宾，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在巴黎的相亲活动是怎么找到的？我很感兴趣。是我一个朋友，他知道我单身，然后拉我进群。当时有一个人组织活动。你没有问他为什么只来了2个女生吗？对呀。不太清楚，应该传媒的不太好。然后都是男生。或许可以介绍你的朋友跟我认识一下，我可以给他介绍很多女生。没问题，可以。好，谢谢。4号，男嘉宾您好，我之前在巴黎也是参加过这种单身派对的，然后当时的话我是抱着就是必胜的决心过去的。我本来以为我是可以惊艳4座这种感觉啊。但是没有想到，在我旁边，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陪同过来的朋友，他反而得到了很多男生的青睐。然后我的话，就是在那边去见证他们的一个浪漫时刻的。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我在琢磨你的话，他在描述情感的时候，我是抱着必胜信心。必胜的决心过去的，惊艳4座这种感觉啊。就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蒙古族，就是血脉里头就那种征服、那种豪迈狂放的血脉在吧。哦，14号，你好，男嘉宾。你好。我看到您的 VCR 里说，就是比较喜欢看《非诚勿扰》。那您的家人知道您来参加这个节目吗？家人知道，他也支持我找到女朋友。哎呦，这一大家子，哇！是我妹妹18岁生日，我们在巴黎一个饭店里吃饭。最右边这个胡子哥是谁？在我妹妹旁边的是我表弟，是我舅舅。那个穿黑 T 恤、短袖黑 T 恤有胡子的那哥们儿站着的。然后是我爸，然后那哥们儿好像不能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黑胡子的那位，那我弟弟。那是你弟弟。不太像。都搞定了，他那个弟弟，然后旁边是舅舅，旁边是表弟，然后就是妹妹，在一起看着很温馨。就是福建的家庭观念好像本身就比较重。哎，这个既然说到家里边，我们还有一个片子给你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嘉豪的弟弟。我是嘉豪的妹妹。我是嘉豪的爸爸，我们很支持他参加这个节目。我哥是个比较细心、有责任心的人，
也很喜欢运动，平时经常会拉着我和妹妹一起滑冰、打网球、羽毛球之类的。他平时很照顾我，经常带我们出去玩，所以呢，他也可以当你的专属导游。现在哥哥在巴黎买了很多栋房，也买了车，自己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就缺一个女朋友陪着他。希望大哥这次能在《非诚勿扰》的节目上找到对象，带个嫂子回巴黎。哥哥加油！哇，太棒了！他弟弟看起来很凶，但是一开口就觉得啊，想掐他一下，小脸脸的感觉，还萌萌的，萌萌的。哎，那你买房子的钱是自己赚的，还是爸爸妈妈给你的？父母也给了一点钱，就是其中资金还是我跟我弟自己存的钱，然后买了房子。哇，你按这个节奏，很快半个巴黎就是你的了，我感觉这个速度。巴黎还太贵了，我要在巴黎郊区。巴黎郊区看星星。星哦。好看下一条片子。我们相识于大学，他是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我主动约过他几次，但都被婉拒了。有一天，他突然约我去旅游，同行的还有一对情侣，他们常常单独活动，我们只能凑在一块。我每天约他一起吃饭、逛街，一起去海边走走，就像情侣一样，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刚开始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在那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独处，经常两个人在一起，最后我才意识到是暗示我在一起。我们因旅行而开始，却也因旅行而结束。那是一次双人的游轮行，朝夕相处的15天，因为不习惯，我们都生病了。我当时很难受，但还是尽力照顾他。他却一直抱怨我没有把他照顾好。下船后，见面也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这样分开了。希望能迎接那个对的你。或许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意为你变成更好的自己。23号。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杰小雪，今年23岁，然后现在在法国里昂读文化管理硕士的预科。我想牵手一位跟我一样热爱中法文化和中法美食的男嘉宾。你好，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就是因为你在法国长大嘛？对。我想问您，就是您和女生出去约会的时候，您是习惯买单还是跟女生 AA 制呢？刚开始是 AA 制，现在是我买单。那您是因为什么而改变了这个付款方式？跟另外一个前女友时间比较长，然后她也改了一下我的观念。之前就是 AA， 然后就慢慢的就经济方面都是我承担。好，谢谢。6号。关于这个游船的事情，一般根据个人经验嘛，我之前也是有过一次旅行，然后在那次旅行中和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彻底的说再见了。但是这也是因为之前我们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大家都不沟通，但是到最后可能是在一个旅行中大家都累的时候，或者是因为一个导火索，就这样彻底爆发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想问男嘉宾，就是之前你们在可能交往中的时候的话，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摩擦，或者只是说你没有感知到这些摩擦，你只是觉得哦突然它就发生了？是积累的，一样的，就是当时之前也会有一点摩擦。到了那个时候，应该就突然爆发了，就会觉得分手还是会好一点。OK，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说察觉过到这些问题？你有去沟通过？有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没有解决成功。最后一个问题，邓亚文。你好，男嘉宾。那我想问一下，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呀？我喜欢的也要看对方有没有好感，就是要看互相的。你比较喜欢对方先主动？
也没有，我会主动跟对方示好感，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回应的话，我也就了解。最后留灯的是4号是吧？来，我们看一下自推。我们来看一下陈家豪的自推女生。陈家豪的自推女生是蒋浩，24号。男生个性稳重，感情中浪漫多情，随性洒脱，喜欢分享和陪伴，有仪式感。女生的活泼健谈，冰雪聪明，喜欢探索世界，感情中看重感觉和灵魂的契合。男生欣赏女生有思想，女生欣赏男生自律、行动力强、浪漫又热情。磨合后是一对幸福浪漫的恋人。最后一个问题问4号和24号。想问一下你们未来的一年有什么计划？我其实未来一年是想在巴黎买房，然后把房子在奥运会期间把它租出去的。OK， 跟他的业务有重合。24号。未来一年的计划，因为我博士刚毕业，所以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和家人一起旅行。OK， 好的。你如果选24号，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可以牵手4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如果选24号，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可以牵手4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签4号。Je me dis que c'est toi. Je sais que tu y crois. Tu es celui qui rythme mes bonheurs, qui rythme mes humeurs, juste comme ça. Et 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pour la toute première fois, pardonne-moi mes doutes et mes colères, le temps fera l'affaire. Et toi et moi, et toi et moi, ah, ça ira. 首先我觉得男嘉宾看他的 VCR 的时候，注意到他应该是平时有健身的习惯，所以就是一个双开门冰箱来的，所以就特意留意了一下。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稳重，然后情绪也是稳定的，而且家庭是很幸福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计划是到法国之后，我们可以有时间去看电影、吃吃饭，多了解LGBT。我觉得就是在未来规划上面，两个人高度契合。对，好的，祝他们幸福。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